OK， 第一个步骤是挑选音乐，应该很多人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怎么什么拍摄技巧都还没有教，就先教挑选音乐，它不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吗？其实我们都觉得音乐算是整支影片里面最重要的灵魂，一首音乐可以决定你整支影片的氛围，而且挑到一首适合的音乐其实还蛮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剪片剪一整天，然后都花了半天的时间，就为了找到对的音乐，怎么挑都不对。所以我们才会觉得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教大家怎么选音乐。那找音乐的管道其实蛮多的，但我觉得大家要先有一个观念是，它又分成有版权的付费音乐跟无版权的免费音乐。如果你是拍旅游影片的新手，你还不想花钱在音乐上面的话，其实我们蛮建议大家可以先到 YouTube 上面搜寻 Non-Copyright 无版权音乐，上面其实有蛮多选择的。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只是我们后来就会觉得听一听怎么都这么重复，而且会觉得有点无聊，就是会很常在别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也听到一模一样的音乐。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影片没有那么独特，对，它比较难找到独特而且真正非常非常符合你影片想要传达氛围的音乐，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使用付费平台。其实蛮多观众会在留言问我们说，你们几分几秒是哪一首音乐？我觉得超级好听的。我觉得我们真的还蛮会选音乐，剪辑师啊，我们剪辑师很会选音乐。对，我们好像以前都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音乐其实大部分都是从 Musicbed 这个付费音乐平台来挑选的，上面很多音乐是原创的，那你只要每个月付一定的月费，就可以无限制的下载它这个平台上的音乐，再放到影片上面。网络上其实这样的平台还蛮多的，除了 Musicbed 之外，还有 Epidemic， 还有 Artlist， 大家可以去这些平台都听听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平台的选曲。OK， 我觉得刚开始剪片的人可能都会心里有一个挣扎是，音乐要花钱哦，我不能用免费的就好了嘛。我们刚开始其实也是这样啦，所以用 YouTube 的 Non-Copyright 是用了一阵子，但我们后来都移架到付费的平台。其中我们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可以更快速的帮助我们挑选到适合我们的，因为你可以用不同的分类下去做 filter， 像是你可以选择古典乐啊、流行乐啊、R&B， 那你也可以根据你影片想要传达的氛围来选择，像是你想要快乐的、悲伤的或是平静的等等，甚至你也可以选择关键字，像是大自然啊、旅行啊、海滩啊、森林啊，或是冒险。那你也可以同时选择很多不同的关键字，就可以更精准的去抓到你想要的氛围。我觉得就会蛮适合我们这种常常会需要去到各种不同旅游场景拍影片的人。所以如果你会想要找到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音乐，你想要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你蛮适合使用付费平台的。我们自己也用 Musicbed 大概5-6年了。那额外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的 tips， 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在出发前就先挑选好音乐。找音乐这件事情并不一定是你收集完全部的素材，你真正坐到电脑前要开始剪辑才能做的。我们觉得在拍摄前决定好音乐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根据你音乐的氛围类型来决定你要收集什么样的素材。像我们这一次去金门前就已经先决定好，刚刚大家有听到这首音乐，它是一首节奏比较慢，然后氛围比较古朴，然后静谧，就是很适合搭配老屋的音乐。对，我们那时候听到就觉得天啊，这首歌真的太适合金门。所以当时候在金门拍摄的时候，就拍了很多 Cynthia 在古城中漫步，然后感觉在找什么东西，看来看去的感觉。那特写就是会特写很多他的脚步，然后他的表情，特别是他的眼神，就是他很会找东西的眼神。对，就很适合这首比较轻，然后我觉得有点带有神秘的氛围。对，所以我们这个 tips 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常常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你会完全手足无措，就是完全不知道该拍什么的话，下次你可以试试看，在出发前就先挑一首你觉得适合那个地方，然后你也喜欢的音乐，那你再根据这些音乐去激发你的灵感。好，挑完音乐之后，进入大家最在乎的，到底要怎么样拍比较好看？我们最一开始拍影片的遇到的问题是，怎么看起来有点无聊，很像一张照片，没有在录影的感觉。我们后来才发现，是因为我们虽然有运用了摄影的最基本的观念，但是没有加入运镜，容易让画面会有一点无聊。那其实拍照跟录影的构图概念其实是类似的，比如说像 Rule of Third， 就是把画面放在9宫格，主体放在线上或是点上，或者是找对称啊、找框等等的。但是同样的构图，只要再加上一点点运镜，就可以让你的整个画面更有动态感、更有质感，也更有趣。那我们直接进影片里面的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对称，当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其实很喜欢去找对称的构图。当两边的画面是对称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延伸感。这个时候，观众的目光会容易聚焦在这个对称的正中间。比如说，当时候我们在金门穿梭在一些老屋中间，会有一些巷子，
在巷子里面，不管是拍照或拍影片，都很适合用对称的构图。这时候很多人的做法可能是把相机固定在那边，让主角沿着巷子走过去。那这个画面本身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不过你只要再加上一点点运镜，就可以让整个画面更有质感、更有动态感。大家有发现吗？刚刚那个画面，其实我没有做太特别的事情，其实就只是 Cynthia 从那边走过来，然后我就这样子跟着她往后退。但是在我退后的同时，其实两边的墙面还是有同时在变化，其实就会比我如果定在那边拍起来还要更丰富。在摄影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蛮常刻意去寻找一些框或是门，让主角在这个框里面。这个目的其实跟刚刚提到的延伸感一样，因为观众会不自觉的把目光聚集在这个框里面的主体上面。像我们那时候在金门沙美摩洛哥，它就有很多的框跟门，我们就会特意去拍这些地方。然后当时我就选中了一道我觉得很漂亮的红色拱门，请 Cynthia 走进去。其实那个红色的拱门本身它的几何元素就已经很不错了，即使我定在那边不动，你们看现在这个画面也很不错了。但是好就是要再更好。对，这个时候呢，只要再加入一点点的运镜，这个时候呢，假设 Cynthia 往那边走嘛，我就这样子跟着她往前运镜，跟她一起穿过去那个门之后，其实画面会变得很不一样，给你们看一下。应该蛮明显的吧？我让相机跟着主角穿过那个框之后，就会有一种进入下一个空间，打开一个新的场景，会有一种惊喜的感觉。我觉得画面其实瞬间变得有趣多了，而且我觉得会让观众有种身临其境，跟着我一起穿进那个拱门的感觉。所以这种框其实就会很适合往前的运镜，或者是往后的运镜。大家下次在拍摄，如果遇到框或门，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这种拍法。没错，在刚刚的画面都是有主角在移动，但我们在拍旅游影片的时候，其实免不了要拍一些静止在那边不动的物体，这种时候运镜就更重要。不然像你看我们这个花砖的画面，光是定在那边不动的话，就会有一种在看照片的感觉。它是一张照片，对，没有按下录影键的意义。对，那这种画面如果过多的话，就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沉闷，有点想要睡觉。所以运镜就很重要。那像那时候我们在拍花砖，其实是运用平移这个技巧，但除了平移之外，其实大家有时候也可以试试看环绕。像我们在拍这个战车跟这个钟乳石的特写的时候，我们都是加上一些环绕的运镜。讲到运镜，想要提醒大家一点，在拍摄影片的时候，有一个设定还蛮重要的，就是对焦模式。通常你的相机都可以选择 MF 手动对焦，或者是 AF 自动对焦。那我们因为拍影片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讲会跟着主角移动嘛，你的主角会动，或者是有时候你在环绕的时候，你的相机会距离你的拍摄物体有点改变。如果用手动对焦的话，其实会蛮容易失焦的。所以，除非我们要拍摄一些特别的运镜手法，我们通常都会直接选择自动对焦。而且 Sony 的自动对焦其实让我们还蛮放心的，尤其是在 ZV-10， 它其实有人眼追焦的功能。那我们这3颗镜头的自动对焦表现也都蛮好的，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对焦模式都统一选择 AFC 连续自动对焦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有时候在拍的过程中会发现不小心失焦了，这时候不用太紧张，你可以半按快门，或者是直接在荧幕上面点选你想要对焦的物体，等它一下下，它其实蛮快就可以重新对焦上。好，上一个 tips 讲到运镜嘛，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哈，可是我手很抖我运起来可能都很丑要怎么办？我又不像你们有稳定器。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新手蛮需要克服的问题啦，就是蛮需要花一点时间练习的。那我们都觉得其实稳定器不是一个拍旅游 vlog 的必要器材，而且稳定器它有点重量，然后它不好上手，携带又不方便。我们爬山就不可能带啊。对，所以其实我们即使这么追求画面的质感，我们也没有常常用到稳定器。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怎么不使用稳定器就可以拍出稳定的画面的。第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先把相机里面的积极防守帧模式打开，它的选单里面就会有。但是这个模式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 crop， 它会让你的画面没有这么的广。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搭的是11mm 很广的镜头，所以就算 crop 一点点也没有关系。接下来第2步呢，就是很丑，就是要蹲马步。就像如果 Cynthia 现在要从那边走过来，我就是这样子前后蹲之后，这样子移动。那假设今天 Cynthia 是要这样子走，我就是蹲好了之后左右移动。然后大家可以发现我的手几乎都是没有，我的手是夹紧在我的腋下的，我是靠我自己的重心在移动。真的不行了之后，我再移动我的手。
所以这个时候我刚刚才会这样子，就是我的核心其实是很用力的。其实基本上用这样的方式，大概拍个3秒，然后你在后置把它放慢，所以你记得要拍60 frames per second， 你就可以得到差不多5-6秒稳定的画面了。